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视频我们将会更换我热水器的阳极棒。我们在做冲洗热水器的视频时，就曾经稍微说过应该在哪里更换，不过我那时讲的并不是很准确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实际操作。然后更换阳极管其实也必须要冲洗热水器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再过一下流程，我也会补充更多细节。不过如果各位已经会了，可以跳到更换阳极棒的步骤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看看需要哪些工具。冲洗热水器，我们需要一个比较能耐高温，在院子用的水管，还有一个一字起。更换阳极棒的话，我们需要买适合的阳极棒，我们之后补充。然后需要有一个1/16英寸的接头，还有旋转接头用的工具，通常是用1/2英寸来对接的。然后有时候可能需要用尖嘴钳把管子夹出来。我们来看看热水器安装的结构。整个热水器的底部有一个接水盆。如果热水器漏水，这个水盆有管线把水排到房子外，下方有一个控制面板，它可以点火以及调整水的热度。左下方是瓦斯的进气口，红色的开关可以关闭瓦斯。右上方有一个舒压开关，这是为了防止热水器压力太大而损坏，所以多余的压力会从旁边的管线排到房子外，多余的空气以及水也会从这里排出来。右上方是一个冷水管的进水口和开关。冷水进入热水器后加热，从左边的热水管进入房子。后面有一个温度混合阀，这其实我不是很清楚，而且不是每一个热水器都有的。不过好像是为了防止突然出现过烫的水的装置。上方这是热气的排气口，可能会很烫，所以最好不要碰。后面还有2个小口，这也是我之前说的不是很准确的地方，因为我看过一些热水器，他们的阳极棒藏在这个有米黄色泡沫的里面，所以我下意识认定我的也是一样的。不过我在更换的时候，发现这下面啥都没有，然后这里突然觉得自己很白痴，因为另一个孔很明显已经把6角形的阳极棒接口露出来了。这里面有一根是锌，也可能是镁或铝的阳极棒，大概4到5年要换一次。说明书说6个月到1年要检查一下。有软水器的话，这根阳极棒会腐蚀得更快。买的时候你需要看买多长的，稍微量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这个是长度44英寸的，棒子的直径是3/4英寸的。买的时候要买这种长得像3、4节棍的，如果是很长的一条，天花板不够高的话就会被卡住。至于是要买哪一种材质的棒子呢？如果你要净化效果最好的话，要买镁的；如果你的水质臭鸡蛋味很重的话，就要买锌的。铝的话是最便宜的，但是效果最差，而且不经常更换的话，对健康也是有隐患的。虽然我并不是很确定这些消息准不准确，但是的确有不少研究和报道说到，过量摄取铝会对健康有影响，所以我买的这个是镁的。跟转接头一起买的话，大概快30美金。我这热水器大概2年多，这是第一次更换。我们来看看到底剩下多少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冲洗热水器，这步骤其实应该不是必要的，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很危险，因为这里面是热水，所以你下阳极棒的时候会很烫，而且我不确定桶子内压力会不会把水给挤出来，喷出热水的话很危险，所以绝对不要偷懒省去这个步骤。我们将这个黑色的控制钮转到 off， 把火关掉。有些人是说转到 pilot 就可以了，不过我看说明书是说应该要转到 off 的，而且应该要关掉瓦斯，所以我把瓦斯关了。把瓦斯关掉后，旁边的灯就会慢慢熄掉。前方的铁片可以下来，左下方有一个小孔，如果火在烧的话，可以看到里面有火。我这个火熄了，而且对焦对不准，所以看不到。off 跟 pilot 的差别应该是 pilot 是可以在完成后直接把火给调大的，但是 off 的话就需要重新点火，然后将冷水的入水口关掉。如果一直加水，热水器的水无法完全排空，这样就无法把杂质完全排出。将水管接上排水口，需要用能耐高温的水管，不然就是需要在家里多用一些热水，然后把冷水的入水管再打开，让水变得冷一点再排水。将家里离热水器最近的水龙头转到热水，然后我们用一字起将排水口的开关打开。这个水管并没有排出很多水，基本上跟完全没有出来差不多。这种情况应该是某种防止水从房子逆流到热水器的装置在工作，导致水龙头的空气没有办法完全流入热水器，然后将水排出来。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把这个舒压开关打开，这样空气会从房子外直接流进热水器，可能会有点烫，我用钳子把它拉直，这样水就流出来了。如果还是流的不够，那就把冷水再打开一下，然后再关起来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把水排光了，排水还挺慢的，大概至少要20分钟。现在我们将排水开关关起来，
把冷水的进水口打开。记得这个时候家里的水龙头的热水还有这个输压开关都是要打开的，这样在加水的过程中，空气才会被排出来。等到水满到这个输压器的高度的时候，水就会从这个水龙头和输压器的管线流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水关掉。各位可能觉得怎么回到原点了？为什么不在孔子通的时候下氧机棒？这是因为我故意在桶子里面加了冷水，这样桶子跟氧机棒都冷却了，比较安全。而且这样桶子比较重，你在下氧机棒的时候，力量可能会移动桶子，而损坏管线。如果加了水的话，桶子变重就比较不会移动。现在我们开始下氧机棒，我们可以用手柄式的扳手来下它，但是除非你力大无穷，不然应该是不太可能的。有一个办法是增加力臂，就是把扳手加长，这样就有可能把它下来。但是像我这个到处都有阻碍的地方，基本上是行不通的。可以用 L 型加长的方法，也可以试试喷一些 WD-40， 但是我建议像我一样，直接使用 Impact Wrench。我们把接头接上 Impact Wrench， 然后将接头放入氧机棒上面，可能会有一点吵，可能戴耳塞会好一些。但是不要听到有点大声就停下来，要让 Impact Wrench 持续施力。不一会儿功夫就下来了。我这样拿不出来，所以我使用了尖嘴钳把它夹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可以基本上说是尸骨无存。看来我高看了这些氧机棒能使用的时间。然后我们将新的氧机棒放进去。拧的时候用手拧，不要用 Impact Wrench。Impact Wrench 力量太大，杵上去可能会把它搞坏的。不过初步转进去的时候，可以靠它来加速。这样我们氧机棒就换完了。记得现在这个情况是水龙头和输压器都还是开着的状态，然后我们才刚刚密封，这个桶子里面可能还有空气。我们把水打开，这样空气就会从水龙头跟输压器出去。等到输压器外面的管线开始排水了，就把输压器关掉。水龙头还可以再放一点，把空气排掉。等你觉得没有空气了，就可以把水龙头也关了。这样我们冲洗就结束了。然后我们将排水管拿下来，确定没有漏水。最后我们还需要把热水器的火再次点燃。首先我们将这个红色的开关转回去，让瓦斯进入。将黑色的旋钮转到 Pilot， 下面这个黑色长条状的是点火的扳机。按住黑色的旋钮90秒后，让瓦斯进入热水器，也不可以按太久，如果注入太多瓦斯可能会有危险。然后以3秒为单位，点击这个黑色长条状的点火钮。简单来说就跟打火机差不多。如果火点着了，这个白色的灯就会开始闪。如果失败了，那就要等个2-3分钟再重试一次。应该是为了避免注入太多瓦斯而造成危险，所以要等个2-3分钟。我这个白色的灯开始闪了，代表火已经点着了，就不需要再继续点了。如果重复失败了很多次，可以尝试将90秒再延长一点。我上一个热水器就有这个问题，90秒一直失败。我最后大概是120秒左右成功的。最后我们还需要旋转这个黑色的按钮，将火调到适合的温度。我通常是调到 B。热水器开始加热后，你就可以听到火在烧的声音，这样我们火就点燃啦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